我们把2个耳朵全都缝制好以后，拿出我们这个底部的这个椭圆的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跟大家说过，我们这个颜色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它都会是一样的形状，没有孔的这一面，把我们的这个底胶给它撕掉。我们这个胶的话，它就是起一个固定作用，然后有可能会窄一点，但是我们的作用是一样的。放到我们这个的中间，也是中位线对准我们的中位线，给它放均匀。这个我们就是给它放到中间做夹层用，这个颜色是没有硬性要求的，你收到什么颜色我们就用什么颜色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同样会有背胶，给它。这个我们是没有中位线，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孔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孔会比相较其他的中间这个会大一点，然后这边也是，就会3个相邻的孔，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大一点，它就是我们的中位线。这个给它孔位对准我们这个中位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底部我们这个也会有一个定位的，就这样给它按照我们这个位置给它摆放好就可以了。然后拿出我们的线，这个线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们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取线。新手朋友的话建议取短一点，就像这样取短一点。然后一会儿教大家一边缝制一边教大家怎样给它去接线，如果不够了，这样给它同样先给它打个结。我们可以从任意一点开始给它缝制，这个的话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底部和我们这个底给它缝到一起，也是同样按照这个随意从中线这开始下针也可以，从这边下针也可以，只是把它固定到一起。先给它固定一下，然后按照我们这个孔位来给它缝制就行。
然后像这样线不够了，然后我们就给它正常的给它来打结。然后再重新给它取线。就是前面也说过，我们这个取线方法就是重新来给它缝制，一样的曲线，只不过是重新给它来做，不用和它接到一起。然后重新开始给它缝。
然后一圈给它缝好以后，给它固定一下。这个我们先给它大概固定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一会儿的话还要跟我们的主体缝到一起，所以我们这一圈只是给它固定。然后拿出我们这个长的、宽一点的长方形这2块相同的毛料，拿出我们这个样板，同样这样给它笔放好，用我们这个笔给它画出我们这个形状，中间的定位孔在这里，也是同样按照这个给它画一下，下方的定位，这样给它画出来比较明显一点，知道它是定位。然后2个都给它画好，这个也是给它画好。然后其中一片需要给它拿出这个带有我们这个2个锁扣的这个窄一点的，在我们上边的位置，这样给它比对好，中线找到中线。这2个是我们放耳朵的位置，然后我们需要也这样给它从我们的定位线上面给它这样画上一下，因为我们需要在这里给它缝制耳朵，所以我们要给它画一下。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是缝制耳朵的位置。然后按照刚才同样的方法，给它两对齐，把这个方向这样给它缝上。两边同样操作，一会儿给大家示范一边，两边因为是同样的操作，给它这样缝成一个桶的形状。因为我们这个兔子包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水桶型的，所以我们要给它缝成这样一个桶。拿出我们的线，然后我们随意从一端开始给它缝制，2个对齐，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线里边这样开始缝。角的位置我给它固定几次，多穿2次，这样给它固定一下，以防它开线。然后多给它穿几次，固定死以后，给它对齐，还是这样给它来缝制就可以了。
然后同样线不够了，我们就给它打结就行，然后重新给它取线来给它缝制。这里给它缝错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针的尾部这样剪断。重新给它穿针就可以了。同样，我们收尾的位置也给它多固定几针，以防它开。因为我们这个是主体了，所以我们要给它固定。多给它反复穿几次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自行把这边给它缝好就可以了，然后使它成为一个这样的连接到一起的就可以。
我们自行把这边缝一下。我们缝好以后，两侧缝好以后，然后这面是刚才画的那个我们要缝耳朵的那部分，所以我们这面朝上，然后我们给它自定我们这个是上边，然后我们从下边没有画线的这个开始，给它把这个刚才已经固定好的底部拿出来，要给它连接到一起，然后我们从侧边这个定位孔开始，这个定位孔对准我们刚才缝的这个线就可以了。这个中线刚才已经两片连接到一起，这个跟它中间这个孔，因为3个孔中间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大的是我们的定位孔，中间的这个，然后对准我们这个中线来给它固定缝制这一圈就可以了。我们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前面已经缝了这么多，所以我们这个应该也都会自己来缝了。按照我们画的蓝色的线和对照这个孔位，把它连接好就可以了。从我们这个缝隙里面下针，这样给它找到我们中间这个定位孔，然后我们这个也可以给它多固定2下，因为我们是底部主体部分，可以给它多次回穿2下。然后开始给它这样缝制就行了。按照我们左右手的习惯，自己来，怎么样方便。因为我们这个是椭圆的，所以需要给它这样缝出一个弧度。
然后我们给它做的时候，一边看着我们这个中间的孔位，对准我们这个定位的这个是不是准确。然后我这个是定位孔了，所以我这个和我这个是齐平的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拐角的位置，所以也要给它缝成这个圆弧状。然后这边也是提前给它比对一下，这个中线缝好了的这个两个接头的这个中线对准我们这个定位的线。中位线对准这个缝隙，然后也把这个中位线的位置给它多固定几次，可以给它从后面一针这样多给它反复，给它多钉2次。
继续向前就可以了。然后继续再向前缝。然后最后一个角给它比对好。
最后一个角可能会稍微紧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最后了，一定要给它摁进去，这样给它缝。缝到最后，又回到中线的位置，再次给它多回几针。然后给它把线打结，收针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缝制一圈，然后我们需要再给它固定一下。我们把刚才这个，因为我给它缝制的是刚才那一圈，所以现在的针孔不太好给大家确定，不能给大家指出来。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背面，然后看两个孔位中间哪一针没有，我们就给它补齐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这边没有，下一个孔位。就是像之前缝前面一样，没有的我们就给它补齐。为了让它更加的牢固，我们就看，如果像我这样已经给它把刚才的针孔给它补齐了，然后看不到我们刚才缝的是哪一圈，我们就给它看这边两个孔位中间，就来给它补这一圈就可以了，给它更加的牢固。就是刚才我们这一圈没缝。教给大家这样的方法来看一下我们哪边缝了哪边没缝。用刚才缝我们兔子耳朵的那种方法，这样倒着回去给它固定一圈。然后我们自行用这种方法给它再缝制一圈，
加固一下。我们给它把底部缝制好以后，我们现在找到刚才我们画的那个定位的点，2个缝兔子耳朵的地方。来，我们现在给它把耳朵加上，兔子耳朵皮面朝外，找到我们的这个定位，这是中间的，然后这是两侧的，左边的在左边这样给它加上，以这个点给它对齐，这样放到我们这边，给大家拿出来演示一下，就是这个耳朵这样放，左边的这样给它放上，耳朵给它捏住，因为我们这个耳朵这不是双层嘛，所以一定要给它捏住，然后找到这个定位的点，以耳朵边儿这一侧开始和它重合。这样给它捏住以后，下针给它缝起来。先给它提前固定一下。然后给它打结。同样，这只耳朵也是同样皮面朝外，夹到这个点的位置，这一端和它对齐。我们这个大概缝的位置是在我们这个
第二两个平行的这个针孔。然后也是打结。耳朵先给它缝上，固定一下，一会儿好方便我们以后下来的操作。这样给它缝好，我们这个主体就给它完成了。我们主体做好以后，拿出我们这两个窄一点的长方形，然后背面会发现我们这个有孔，然后这个也有，然后拿出这个样板，上面也都是有我们的中位线，但是因为不太好看清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自己手动给它画一下。这个孔对准我们下面这个孔，然后会发现我们这个中位上面也都有，然后我们需要再给它手动画一下。中位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操作方法这样教大家，给它画得更明显一点。下方的孔位是对应的，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方法自行给它画好，然后把这个也是给它按照这种方法给它画好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两个都给它画好我们的标记以后，拿出我们这个两个相同的这个条，我这个已经贴好了，然后需要自行给它把这个贴好，背胶给它揭掉。前面我们说过，这个上面有孔洞，然后这个上面也有，我们需要给它孔和孔给它对齐，然后对齐以后，把这个给它粘好，用手这样给它压平，两个全部这样给它操作好以后，从我们工具袋里面找出我们这个吸扣，这个吸扣是带有磁力的。然后我们需要给它这样给它分开，给它这样拿开，每个孔后面这样给它拿过来，对准我们这个孔位，把我们这个吸扣后面这个可以给它调整大小、松紧，我们这个可以给它调整。给它安进去。如果孔位不对的话，我们就给它调整一下大小就可以了。
可以向外给它这样扩张一下。这两个这样给它安进来。这个铁片的话，我们给它放到相对应的位置。如果距离大的话，就给它向外，然后我们这个是可以调整的。这个铁片也是同样，给它找到相对应的位置。如果距离近的话，我们这个都是可以给它自行调整，按照自己实际来操作。给它向里压过去，这样对折。如果我们的手劲儿太小，压不动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剪刀或者是手边的其他工具来辅助一下。剪刀的刀柄这样给它压过去就可以了。这样给它操作，给它压过去。给它压好以后，我们这个操作方法是一样的，我们给它自行把这面给它安装好就可以了。然后安装好以后，同样的方法，这个它们两个带有孔位的这一面，这样对齐。把这面安好以后，两个带有孔位的。这样对好以后，把侧边像缝我们主体，这样给它缝好。主体我们都是先给它缝成一个筒，然后这个也是两侧给它缝好，这边固定，然后这边固定，这两项给它固定，然后我们就自行操作一下，因为这个我们的前边都做过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就自行给它操作就可以了。这边给它头上给它固定住，然后这边也给它固定住。起针的位置都给它多次缝几下，都给它固定。然后我们自行操作，然后回来看我们后边的教程就可以了。